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你是不是一位很努力、很想用同理心去爱孩子的家长？但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电好像完全被用光了，感觉好累、好耗竭。如果这听起来很像你的心声，那么今天这段分享就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我们会一起踏上一段疗愈的旅程，来探索一个能让你跟孩子都感觉更安稳的心理学框架。我对孩子已经这么温柔了，为什么他还是这么爱哭闹，这么不受控？你听，这个疲惫又有点困惑的声音，是不是也曾经在你心里响起过？我想，这几乎是每一个尽责的爸爸妈妈都曾经有过的挣扎。但如果我跟你说，答案可能并不是要你更温柔，而是，换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新方式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旅程地图。首先，我们会看看温柔父母的两难，然后我们会一起来拆解一个常见的教养陷阱。接着，最重要的，我们要来走上那条温柔而坚定的道路，学习界限的语言，并且看看这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有多大。最后，也请你一定要跟我一起看到最后哦，因为那里有一个我特别为你准备的本周的温柔练习。好的，那我们就从第一站开始吧。来，邀请你先跟我一起做个深呼吸，然后让我们走进一个你可能再熟悉不过的夜晚的场景。你可以想象一下吗？时间是晚上8点半，家里很安静，但空气中好像飘着那么一点点焦虑的感觉。孩子的功课呢，还摊在桌上，一个字都没动，但他的人却是完全沉浸在平板的世界里。你看着他，心里知道，该提醒了。于是你走过去，用你觉得最温和的语气开口，然后呢？没错，一场情绪的风暴就这样席卷而来了。孩子一抬起头，眼里满满的都是委屈，大声地说：“我今天在学校好累哦，老师今天对我好凶，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啦。”接着就是眼泪、哭闹、各种抗拒，所有这些巨大的情绪，就像一道墙一样，瞬间就挡在你跟那份还没写的功课之间。那身为一个有同理心的爸爸或妈妈，你的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去承接他的情绪嘛。你可能会说：“哦，宝贝，你今天辛苦了，我知道你很累。好吧，那你先休息一下。”你看，你好像安抚了当下的风暴，对不对？但结果呢？往往到了晚上10点，功课还是一片空白，然后你跟孩子其实都带着更深的挫败感跟疲惫一起睡着了。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充满爱跟善意的同理，最后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要来深入看看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教养陷阱。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个新的视角来帮助你看懂这一切。首先，我想说，这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采用了一种叫做宽松型教养的模式。那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把孩子当下的情绪感受放在了原则跟责任之上，等于是我们无意中给了孩子一个讯息，就是只要你感觉不好，你就可以不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会选择宽松，其实是因为我们很怕，很想避免成为另一种极端，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经历过的那种很严厉、很高压的专断型教养。但最重要的一点来了，在教养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这2个让人很为难的选项而已。在过度放任跟过度控制之间，其实还有一条更健康的道路。其实，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心理学研究，都一起指向了这第3条路。这是一条更平衡，也更能够滋养孩子的道路。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铺好这条通往温柔而坚定的路。在学术上，它有个名字叫做 authoritative parenting。那这个词有时候会被翻译成听起来有点凶、有点距离感的权威型，但我自己更喜欢叫它引导型教养，或是我们今天说的温柔而坚定。
它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就是温暖的同理心跟清晰的界限。这两样东西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要同时存在的。那它的核心心法是什么呢？其实只有3个很简单的步骤，但执行的顺序是一切的关键哦。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永远是先看见情绪。再来第2步，温柔地稳住界限。最后第3步，才来帮助孩子内化价值。你记得一个原则就好，永远是先连结情感，再处理事情。因为这份情感上的连结会让孩子感觉到安全，他才可能愿意接受我们的引导。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回到现实生活中，到底要怎么说出口呢？好，在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来学一个非常具体，而且我可以说是非常有威力的一个沟通工具。它真的有可能会改变你跟孩子的互动模式。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我们的对话里面温柔地拿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但是。你想想看，当我们说我知道你很累，但是的时候，这个但是听起来就像一个橡皮擦一样，在心理上它会瞬间把你前面说的所有同理心的话全部都擦掉，孩子听到的就只剩下但是后面的要求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转变有多么奇妙。旧的方式是我知道你很累，但是功课还是得写。你看，这听起来像个交易。新的方式呢，是把它变成2个独立的，而且都是事实的句子。第一句，先全心全意的同理，你今天过得很累。然后最关键的来了，一个小小的停顿，给一点空间，接着再说第2句，功课还是需要完成的。就是这个神奇的停顿，它创造出一个空间，让同理跟规则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是互相打架。你可能会想，真的吗？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语言调整，有差这么多吗？有的。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我们能给孩子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一份关于情绪管理还有内在力量的很深刻的礼物。他教会孩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我的感觉很糟，跟我该做什么事是2回事。换句话说，我的负面情绪可以被看见、被接纳，同时我依然有能力去完成我该做的事。这份学习真的就是孩子未来面对人生各种挑战时最重要的内在力量。他们学到的不是要把情绪压下去，而是在情绪的波浪中还能够稳稳地站着，朝着对的方向前进。这才是自律跟心理韧性最真正的根基。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微小的调整跟努力，其实都像是在为孩子的未来播下一颗一颗的种子，而不同的教养方式，最后真的会结出很不一样的人生果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真的这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单的比较表看到，在温柔而坚定这种引导型教养下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的自律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来自外部的恐惧。他们有更高的心理韧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跟爸爸妈妈建立起一种既亲密又健康的关系，而这份安全的依附感真的会滋养他们一辈子。所以请让我们在心里一起记住这句话，情绪被看见，规则不被动摇，价值才能被内化。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让孩子的情绪被我们温柔地看见，同时家里的规则不会因为情绪而摇摆不定，这样那些重要的价值观最后才能真正的被孩子自己吸收，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Hello， 说了这么多理论，现在让我们把这份理解化成一个可以在生活中温柔去实践的具体行动。这就是我一开始答应你的，要给你的本周的温柔提醒。这个星期的练习非常非常简单。首先，请你想一个最近你跟孩子之间最常上演的那种权力拉锯战的场景。好，下一次当这个场景又出现的时候，请你试着用我们今天学到的情绪句、停顿、规则句这个小魔法，先全然的接纳他的感受。你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觉得很失望，然后在心里默数2秒钟，给自己也给他一个缓冲。
接着用很平静的语气陈述那个不变的界限，现在仍然是收玩具的时间，就这样做完就好。然后带着一点好奇心，不要带任何批判，去观察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为你的教养之路带来一点点温暖的光。如果你也认同这份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很希望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互相支持，一起走下去。那么，诚挚地邀请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让我们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温柔地邀请你也思考一下，这个星期在你的家庭对话里面，你可能会在哪一个时刻为自己也为孩子创造一个停顿的空间呢？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或经验，因为你的分享说不定就正好照亮了另一位正在努力的爸爸或妈妈。非常感谢你今天温柔的陪伴，我们下次见。